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a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红球计划 Rainbow Project 将在这个月底在台南登场。这个影片呢将会介绍10个官方设定的登场地点，以及我自己对于红球摆放的位置预测。首日登场地点在接官亭，在3月29号星期五，扣掉11点至12点的记者会时间呢，对民众开放是中午12点至下午6点。这里是清朝时期台湾府城的重要路口，古时候往来的交通非常不便利，进入府城必须乘换不同的交通工具。设置接官亭就是为了接待远道而来的官员，让贵宾们宾至如归的感受。因此，红球台南的10天展出呢，选在接官亭开场。当代艺术的红球计划结合历史街区策展行动，不仅重新演示了台湾府城5条港的繁荣景象，更展现了历史街区随着世代生活不断演进的风华魅力。接下来是红球摆放预测，这个景点应该是很好猜，有99%会塞在牌楼下，我猜应该会是这个样子吧。但也有可能，或许恶搞一下塞旁边呢，这个感觉气球会被塞爆哦。第二天的登场地点呢，选在永乐市场，这个是喜爱台南旅游的人必来的景点。从第二天起呢，展览的时间都会是上午11点一直到下午的6点钟。兴建于民国52年1963年，当时有234个摊位，永乐市场分为南北2栋，中间以天桥连接。当初设计2层楼皆为摊贩，但立体化的选购空间不符合民众的消费习惯，于是2楼有一部分被当作住宅使用。与相邻的水仙宫市场形成一个大范围的市集，拥有丰富多元的商品，包括新鲜的农产品、海鲜、肉类、蔬菜、水果等，还有各式的小吃和熟食，是当地居民和游客品尝美食的热门去处。红球摆放预测应该是毫无悬念的，会是连接的天桥，这是合成图哦，所以特别把红球的彩度拉高。实际展出呢，请依日期去参观。但我觉得2楼长廊也很适合，像这样，很酷的感觉吧？怎么说呢？是不是不小心渗出一点恐怖感？老实说，2楼整排木门加上长廊太长，这光线真的有恐怖片的 feel。或是这样也不错，直接把气球挤在未开放的楼梯间，这里真的很有探险的氛围。2楼有一些咖啡厅，身为游客的你可以大胆的拓荒，但请小声经过哦，毕竟这里还是有一般住家的。红球计划 Rainbow Project 是由美国艺术家 Kaspersky 所发起的公共艺术计划，主体是一颗4.5公尺、重122公斤的红色充气气球。从2001年开始，已经游历全球40多个城市。这个计划呢，被誉为全世界最悠久的街头艺术。3月31日登场地点会在台南公园，这里是我第一次来访，很美耶，这个地方。台南公园在清领时期大部分是北门城外的僻地，城壁北侧是文园溪的源头雁潭。当时台江内海沿岸从文园溪运货到此贩卖，因而在大北门附近形成市集。而当散市之后，这里就会成为旅客流连休憩的地方。道光年间，台江内海陆化后，文园溪无法再通航，逐渐形成单纯的风景胜地。而雁潭有2座凉亭，月见亭与念慈亭。月见亭建于日治时代，一开始是毛砌式屋顶的日式建筑，如今改成水泥式船房。念慈亭由统一企业创办人吴修齐为纪念母亲而捐款建设。接下来是红球摆放预测，我已经看到一张官方的示意图了。这张官方释出的图很清楚是念慈亭，红球就会摆在亭内，像这样。我来的时候发现没什么人在这，大家都在另外一边运动，或是把红球丢在潭水中，怎么样？不过这样的互动性应该也是蛮有趣的，很像许愿池吧？或是把球丢在拱桥下面，这个弧度有没有很适合红球？
还是说直接把球丢在公园的步道上呢？哈哈，这样也不错吧？让运动人边推着球跑边增加一些重力，感觉有助于运动。不觉得这样的红球计划也蛮有意义的吗？那么红球计划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义呢？当人们思考着红球应该在哪些城市中展出的时候，那一个瞬间，观众就不再只是旁观者，也成为这个计划的参与者。红球计划的本质就是邀请大家的参与，并且一起共同想象。50与60年代的美援时期是台湾历史上重要的一页。当时还称省立工学院的成功大学与美国普渡大学合作，不仅革新高等教育，也对成大的校园规划与建筑工程起了重大影响。成大未来馆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。从图书馆到未来馆，这栋建筑物陪伴无数成大学子完成课业，打开围墙与城市紧密交织的成功大学。这个建筑本身很工整，所以红球基本上应该是很好猜，不是塞左边大门，就是塞右边的大门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模式了。我反而比较期待一些意想不到的地点，但目前看来都算是很安全、很普通的放置点。或许把球放在建筑物里面也不错。未来馆是4月1日的计划，这天是愚人节，能不能给一点恶搞呢？还是说直接塞在楼梯下呢？这感觉也不错，给楼梯补点力。毕竟求学计划的路艰辛啊。你一定也好奇，红球计划的最初是在怎样情况下而成型的？Kurbsky 在学主修雕塑，红球计划的第一个作品在2001年的美国圣路易斯的一座桥下登场。该是希望他创作一件能够展现桥梁宏伟的作品。当时他疯狂画着草稿，用尽所有灵感，却始终没有想法。苦恼下，他漫不经心地画了一颗大红气球，于是红球计划就此诞生。幽默就是让艺术熟为人知的方法。不知道大家好久前有没有关注到安平古堡的一则新闻？当时还在炒名称乐兰遮城成员暨城内建筑遗构。有时候呢，是学者们附加的繁录，真的只是把历史推得更远。本来应该是很有趣、值得见证、值得记忆的故事，厉害的学者们总是有办法更复杂化，让历史更加生硬，远离民众。咦，跑题了。总之，安平古堡还是安平古堡。1624年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现今安平古堡的位置上新建一座乐兰遮堡。这座堡垒负担着重要的边境防卫角色，也是台南的原点。古堡周围围绕着护城河和古老的城墙残迹，游客可以在城墙上漫步，欣赏周围的景色。古堡内部展示了丰富的历史文物和资料，介绍了荷兰人在台湾的历史文化。在预测之前，我想抒发一下感受。要每天展览一个景点，而且要连续10天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红球计划呢，让我重新认识台南。不要只听我恶搞的台词，实际我很享受散步的当下，这些美景带来的收获。当然，我也花了好几天准备这部影片，毕竟要踩完10个景点，加上资料整理，真的是颇花时间的。在预测红球位置的过程，又觉得非常有趣。也希望你们会喜欢，麻烦轻轻的为我点个赞，鼓励一下吧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红球预测。首先是官方释出的模拟图，大家觉得它会摆在通道上吗？还是说放在矮墙上呢？我觉得卡这个门也蛮不错的，一个制高点从下往上拍，刚好可以拍到红球和瞭望台。可惜我这个角度是由上往下拍，需要再长高一点，就是像这样子。或是陈列馆的回廊也很好卡一颗，这感觉也不赖。还是可以立在城墙的残基上呢。4月3号星期三将在美术2馆展出，又来到这个颇为争议的美术馆。其实外观挺好看的，毕竟白色就是艺术家很好偷懒的安全牌，自然就不会差到哪边去。总归是空间问题，空间真的是零碎到像贫穷的机灵地。2馆建筑为日本建筑师坂茂所设计，于2019年正式开馆启用。
主体建筑以具台南特色的凤凰花转化为既纯粹又强烈的五角造型，再以垂直堆叠错位的方形空间，创造自有弹性的参观动线。半户外平台以阶梯形塑休憩与活动空间，透过科学研究，以几何造型制造睡醒结构，用以调节建筑空间绿能。当太阳以不同角色照射在睡醒屋顶时，可呈现如光穿透树叶般的美丽光影。原来是以凤凰花概念的设计。我一直以为是台南特色的乱七八糟道路和违章加盖。红丘摆放预测，这个位置不错，又显眼又戏剧。但如果真的是这个位置的话，真的要小心阶梯。这一不小心气球反弹，民众可能会直接滚到马路。这个呢，是不是也不错？直接摆在2楼的展望台上，显眼也大气。就说建筑物白色就是百搭吧，怎么搭都不会坏。放在草坪上好像也不赖，只是这个区域呢，好像一般是无法抵达的地方。你觉得摆哪边好呢？分河随缘杨英风宇宙系列的不锈钢作品，特性是坚硬，具有强烈的现代感，表现了现代科技的进步。以不锈钢材质作为雕塑，磨光的镜面效果可以反映出周遭景物。太阳光反射直接摆当猪烤，所以遭到对面店家住户的抗议。现在广方种起的盆栽又挡起了广告板，这就是艺术，自得其乐。首先，我不是批评作品不好，而是规划的人脑力有待加强。和乐广场 The Spring 以水回应了曾经作为运河盲段的历史，同时保留了台南部分中国城的建筑梁柱。台南中国城在没落之后，不论是都市景观和治安都造成了问题。为了旧城区发展，市政府规划将建筑物拆除，改造成都市开放空间。2020年3月，这座以西湖及自然都市为概念的设计，美丽的清水空间正式对市民开放。和乐之名是由市民投票决定的，跟它西起环河街、东至康乐街的地理位置有关。也有合家欢乐之意。我又不小心看见官方的示意图了，有点无趣，又是卡梁柱。这个示意图的位置也中规中矩。要是我，直接塞民众走道，民众要走就从小门经过，主打一个艺术就是窄门的精神。或是卡中间梁柱，你懂得，顶梁柱上不去，就只能卡不上不下的位置，是不是更接地气了一些？不过这个位置如果要互动，确实是比较刁钻。那么卡桥下呢？我觉得卡这边挺好的，你要互动就是涉水而来，没有什么事总是民众考量，什么顺风顺水的，你要装就是拖鞋过来。那么直接丢水面上呢，是不是更符合清水公园？可惜气球听说有122公斤，这要不小心推来推去，感觉会压人。11月5日将在新化展出。天哪，我有偷懒的时候，原来我用 Google Map 一直想骑机车杀过去拍摄，但念头全在我拔牙后整个枯萎了，太痛了，我已经吃第2颗止痛药了。新化街一厂兴建于1934年，是当时新化街公所，战后也作为新化镇公所一直沿用到1996年。1999年，因为要新建地下停车场，整座建筑物被搬移到附近空地，停车场完工，建筑物又搬回原址，位处新化丘陵及嘉南平原的交界地带。这个依地缘而生的山海枢纽，早期是周边区域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和行政中心，保留了从汉人垦殖，日治到战后各时期的历史风貌。著名的新化老街上，整排气派又典雅的洋楼，便是旧世界的风华基貌。这是官方释出的模拟图，老实说，我看不出气球要怎么摆，他该不会要跟这块很丑的广告看板卡在一起吧？我的天哪！不管啦，就是卡这门口了，要用餐的人可以走侧门啊，反正这里也不是很热门的。或是卡屋檐下也可以啊，就是干嘛要跟广告看板卡一起啊？整个一个大问号。4月6号，星期六，红球计划来到了第9天。认识幽静的竹溪景致，400年前的台南还是一片有成群野鹿、鸦鸟嬉戏的土地。
德庆溪、福安坑溪和竹溪由东向西潺潺流过。府城建成后，竹溪虽然位于城外，但往西可以接到市昆生古运河，是连通外海和陆地的重要通道之一。位于竹溪水岸园区中心的竹溪越舰桥，以竹的生长形态为设计概念，钢梁结合木构桁架取代桥墩，在幽静的竹溪上画出一道漂浮于空间的优美弧线。这里真的很漂亮，涓涓流水，而且树荫还蛮多的。重点桥做的很有气质，还没有安平运河那种水沟味。真的有绿地、有河流、有公园，就能摇身一变成高级住宅区。不管旁边是纳古塔还是灵古塔，但重点的重点，那座纳古塔蛮美的，跟桥很搭。这到底是建商厉害还是资本厉害？原本大家避而远之的地方，现在富人们捧着钱要住这边，100年后还可以改住隔壁，直接入塔。红球摆放预测，我猜啦，作者有极高的几率会把球塞在桥墩下。依照作品高频率的桥墩下模式，应该是8、9不离十了。而且桥墩下也比较是好的互动方式。但我觉得悬在桥上也蛮不错的，是不是有种侵略感？不过可能会有负重上的问题。那么卡桥梁下呢？这种互动也很强烈。西半而行，你可以站在桥上请友人拍照；一个人旅游呢，你就只好在岸边摆拍了。4月7日星期日，大南门城作为红球台南的最终站。台南市百之后，紧接是2025年府城建成300周年。大南门在实际城台上建有城墙，外有瓮城环绕，是台湾唯一一座仅存的瓮城城墙。城楼高2层，2丈8尺，是重檐歇山式结构，附有橘红色筒瓦。城楼四面壁身为白色，2楼开有方形窗。大南门的城台为长条形花岗岩堆砌而成，城基宏伟雄厚，门洞居中。前内门上刻着南宁门，外门上横耳一块题大南门。红球计划的最终展在大南门，这天也会有闭幕活动哦，好像是野餐活动，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台南观旅局。最后是红球摆放预测，最有可能是在宁南门下方，这个位置多好，看着都舒服，对称就是舒服。当然也可以塞在外城墙的拱门下，哈哈，这样比较符合我的恶趣味。这样大南门就可以休息一天，林中就在外面拍气球就好。或是放在城墙上呢，这样远远的就能看到，似乎也比较符合宣传效益。好了，终于介绍完了。天哪，我总共拍的几天又写了几天呢？不用超级感谢，我只要你一个简单轻松的赞，分享给喜欢旅游、喜欢文化的你们。这部影片呢是预测，实际会在3月底正式登场，希望到时候呢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实际的画面。